作为近期亚洲最受欢迎的市场，日本股市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一些策略师警告投资者要见好就收。美国银行本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投资者对日本股票的热情正在亚洲市场中占主导地位。59%的亚洲基金经理增持了日本股票，远远领先于排在第2位的印度。这种乐观情绪的基础是日本日经225指数或东证指数均达到34年来的最高水平。日元走弱也为其火爆行情提供了动力。高涨的人气让汇丰控股和法国兴业银行的策略师相信，日本股市已经涨过头了，投资者应该开始获利了结。一些技术指标支持这一观点。东证指数显示出过热的迹象，其相对强度指数 RSI 最近达到了5月份以来的最高超买水平。上次突破超买门槛是在去年9月份，当时该指数下跌约 9%。一些市场观察人士表示，日本股市有可能变得过于拥挤。此外，日元的波动已成为另一个令日股投资者担忧的问题。随着有关日本央行最终将在今年结束负利率政策的猜测升温，交易员们预计日元有望走强。如果日本真的加息，它很可能会走上与美联储相反的货币政策道路。美国的低利率将削弱美元对日元的强势，这也是法国兴业银行决定将其日本股票配置从去年11月份的 15% 削减至 8% 的原因。该公司的亚洲股票策略主管表示，日元对美元汇率的过度波动使得日本股市风险回报的吸引力略有下降。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投资者仍看好日本股市进一步上涨。日本证券商协会会长森田敏夫表示，日经225指数今年可能升至 4.2 万至 4.3 万点。该国的金融机构最近一直在增加员工，特别是那些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中有经验的交易员。看涨的投资者则指出，日本旨在提高企业估值的政策，包括东京证券交易所针对股价低于账面价值的公司制定的资本改善指令。这些围绕日特估概念带来的投资热情，帮助了大和证券集团等公司重振旗鼓。该公司本周的股价6年来首次高于账面价值。与此同时，在美国银行1月份进行的调查中，逾1/4的投资者预计未来12个月日本股市的回报率将达到2位数，高于去年12月调查时的1/6。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